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电子榨菜农场。今天我们来看菇 Caesalpina。菇，人人都爱吃，是一种属于禾本科菇属的水生植物，常见于我国、日本、东南亚和北美洲等地。菇通常生长在湿地、池塘、湖泊和稻田中，因其可食用的茎和种子而被广泛栽培。中国菇拉丁名 Caesalpina latifolia， 英文名 Chinese wild rice， 直译过来就是中国的野生稻。我国古人食用菇米已经长达了3000多年历史。菇在我国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植物，许多文人墨客像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等也都在诗文都写过菇。而菇米在古代也有很多好听的名字，燕鳝、菇粮、安糊、蒋石、焦米、雕菇、茭白子等讲的都是菇米。而且菇米那时曾一度与五谷并列，作为第6谷。后来由于稻米、小麦等产量增加，菇米慢慢退出来历史舞台。但是菇并没有离我们而去。在南北朝齐民要术记载，菇之时谓之菇米，可冲为米，煮为粥，甚美。其茎若被黑粉菌所侵，则肥大可食，谓之菇笋。这里的菇笋就是我们常见的茭白。早在约公元6世纪左右，我国人们就已经开始有意地栽培和利用茭白。茭白 wild rice stem 直译就是野生稻的茎。茭白的茎部肥大，呈柱状，外表呈绿色或淡绿色，口感脆嫩，具有清香味，常用于炒菜、炖煮、做汤等。茭白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纤维，低热量，常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蔬菜。由于它是菇被黑粉菌感染而产生的，所以如果你在11月份后买到茭白，可能会看到内部有黑色斑点，这是黑粉菌影响植物组织的结果。这样的茭白通常比较老了，不太好吃。中国菇是多年生植物，使用根茎繁殖。农民会将上一年茭白收获后的茎秆剥去枯叶，像种柑这样横放在水田中。等到春天，茎秆每一节都会发出一颗新的幼苗。等育苗到10到15厘米高的时候，就可以进行拆分移栽了。移栽前，田间要施足基肥，按照株间距40至60厘米种植到翻耕后的水田里。茭白的生长非常迅速，大约45至70天之后就可以陆续开始采收。茭白成株能长到2至3米高。茭白一般在夏季7至11月成熟。当茭白的外皮由绿色变为淡黄色，基部叶片有一点拱起，露出里面的茭白肉。用手轻轻按压，感觉坚实时即可采收。我们再来看遥远地球另一边，菇在北美通常被称为 wild rice， 顾名思义，野生稻，其中包括 Caesalpina aquatica、Caesalpina palustris 和 Caesalpina texana 3种。菇米在北美与印第安原住民的历史息息相关，在他们的饮食和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。由于菇米产量非常低，而且很容易感染病菌，进一步降低产量。又是分批成熟，种子会分批成熟后从稻穗上掉落，这使得在同一片稻田你需要采收很多次，增加了采收难度。通常情况下，1亩地只能收获不到20斤的菇米。再加上菇米独特的造型和号称有坚果风味，它又被老外包装成为了全球高级食材，享有米中鱼子酱的大名。北美的野生菇，尤其是 Caesalpina palustris 的采收通常受到管制，许多地区要求采收者获得许可证，以合法采收野生菇。采收的时间、采收的方式都受到严格管制。而北美的种植菇，在私人土地上种植的菇，通常由土地所有者自行管理，但也有部分种植在公共土地或保护区中，这部分采收依然受到严格管制。秋播的时候，工人首先要翻耕土地，然后将泡水春化好的菇米种子从水桶中捞出。按照用途，用于收割的播种会比用于恢复生态的播种播得更密。按照播种的量装到播种斗上，并将种子均匀播撒到翻耕后的土地里，然后再将种子翻耕进土壤中。最后，工人需要引入湖水，将整片稻田淹没。秋播的种子会在3月发芽，并在5至6月菇开始在水面漂浮，直到秋天抽穗开花结种子。如果是春播，工人则只需要直接把种子播撒到水面，菇米的种子会沉入水底并发芽。
通常到每年8月的最后一周开始，钴米就陆续开始采收了。2个人需要准备一艘潜水的独木舟，工人会在独木舟底部铺一块干净的防水布或毯子，工人将小船行驶到长满钴的潜水湿地，使用一种2根木棍制作的工具，称之为米棒，用一根棍子将植物弯到独木舟上，然后用另一根棍子轻轻击打或者刮过植株茎秆，在植株茎秆不折断的情况下，将成熟的钴米稻谷从稻穗敲到防水布上。大部分稻谷会掉落到船舱中。由于北美钴是1年生植物，主要依赖种子繁殖，洒落的钴米有助于野生钴保持种群规模。将稻谷收集回来后，工人需要把钴米里面的碎叶片等杂质挑去，而钴米中也会保留一些大自然的蛋白质，当地人可能会保留它们来作为钴米风味的一部分，一起打包带走。钴米收获效率低下，而且都是体力活，很多大美丽年轻人也不太愿意从事这项辛苦的工作。但是钴米这个产品在不断的宣传发展中，确实为当地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收入。在某些地区，机械化采收也是法律允许的采收方式，尤其是在公共土地或保护区中，它比传统的人工采收更加高效。工人驾驶一艘装有螺旋桨风力发动机的小船，船头配有一个长达3米的铲斗，只需以10码的速度在钴田中来回行驶，铲斗撞击到钴米植株时，稻谷便会从茎上掉落并落入铲斗中。这种方式显著提升了采收效率。每当采集到足够的钴米稻谷后，工人便将船开回至卸货地点，将稻谷卸入收集袋中。整艘船只需1名工人操作，采收的主要劳动也仅是将稻谷装入编织袋。这种机械采收方式相比传统独木舟采收，不仅节省人力，而且能够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量钴米稻谷。在私人领地种植的钴米可以采用真正的机械化采收。这个位于明尼苏达湖附近的农场由2位参加过2战的兄弟于上世纪50年代创立。他们受到东亚水稻水田种植的启发，经过几年的试验，成功的在1英亩的水田上种植钴米。如今，这个钴米农场的规模已扩大至2000英亩。在采收钴米之前，需要对田地进行排水，以便机械设备能够顺利进入作业，从而减少采收过程中的泥泞干扰。机械化采收主要依赖专用的水稻收割机或经过改装的多功能农机。收割机通过切割和输送装置将钴米的茎秆割下，然后利用脱粒装置将钴米进行脱粒和收集。一些收割机还配备分离装置，以便将杂质与钴米分离，从而确保收获的质量。机械化采收的速度更快，能有效缩短采收周期，减少劳动力需求，节省人力成本。此外，机械设备的精度较高，可以在采收过程中减少对钴米的损伤，从而降低采收损失率。收获回来的钴米和水稻一样，首先需要在阳光下晒干。如果是人工收获的少量钴米，工人会将其放在锅中或铁容器上，并架起炭火，在火上烘烤大约1个小时，期间需要不断搅拌。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降低钴米的水分，同时杀菌并消灭钴米中的虫卵。烘烤还能增强钴米的香味和风味，释放其中的油脂，这也是宣传中所提到的坚果风味的来源。此外，烘烤使钴米更易于储存。完成烘烤后，会得到一些微焦的稻壳和露出的稻米。接着，工人会穿上特制的皮鞋，在稻谷上踩踏，将钴米从稻壳中分离出来。随后，再将稻壳吹走，留下纯净的钴米。大农场由于钴米在不同时间成熟，需要将未成熟的绿色钴米在晒场上曝晒约1周，以使其转变为棕色。随后，工人们会将钴米装入流动烘干机，通过破碎、筛选等步骤去除碎片和杂物，最终完成打包。这一过程确保了钴米的质量和储存稳定性。我们看到北美围绕钴米发展起了一个良性的产业，这是一种可持续的成长模式，体现了农业与食品加工的良好结合。在种植技术上，农民们不断进行创新，提升了钴米的产量和品质。同时，食品加工行业也在加大研发力度，探索钴米的多种应用，甚至将其原料用于酿造啤酒。这种跨界合作不仅拓宽了钴米的市场，还推动了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发展。
最后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帮忙点点关注，一键3连哦。